东北冰雕师受到韩国邀请，外国人纷纷赶到哈尔滨看冰雕。这一次中国冰雕震惊了全世界。这么神奇的冰雕艺术到底是谁发明的，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？今天这期视频，老黑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冰雕制作的真相。真要说起来，冰雕文化其实起源于俄国，一切都是因为俄国的女皇安娜伊万诺夫的一个命令。1740年巨大的寒潮降临在俄国，安娜伊万诺夫女皇为了在冰天雪地里找点乐子，于是下令全国工匠在内瓦河上建一座冰雪宫殿。俄国工匠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最终打造了一座17米高的冰宫，这就是最开始的冰雕。虽然是俄国人发明的冰雕，但却是咱东北人将冰雕发扬到了巅峰。现在哈尔滨每年都会举办国际冰雕大赛，已经举行了35届，世界各国的冰雕选手都会赶来参赛，但最后只会选出1名获赛者。比如24届冰雕大赛的冠军是俄罗斯的冰雕队伍制作的《时间的主人》，第33届冰雕比赛的冠军是蒙古一队的《音乐知我心》。每个冰雕作品都能用惊艳一个词来形容。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正题，冰雕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冰雕是怎么做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2023年的冬天一场退货风波给哈尔滨带来了一场泼天的富贵，也让冰雕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。冰雕长城、冰雕龙头、冰雕城堡、冰雕天外飞女等等，这些冰雕的制作过程可不简单。制作冰雕的第一步就是采冰。制作冰雕的冰块必须是不含杂质的，看起来晶莹剔透，还要结实厚重不易碎。而零下10几度的东北就是天然的冰库，不需要人工冻冰。冰雕师傅会亲自到结冰的河道里采集纯天然形成的冰块，一般他们会采集宽30到40公分、长50到60公分的冰块，然后运到要雕刻的场地。冰采好了，第一步就是修冰。在雕刻之前修整冰块，坑坑洼洼、刺刺挠挠的冰块都不行，必须得修整的平滑、棱角分明。然后冰雕师就开始正式的雕刻，他们会提前想好雕刻的图案。小型的冰雕，冰雕师会直接用笔在冰块上将图案先绘画出来，然后直接雕刻。比较大的冰雕就需要将好几块堆切在一起，用冷水把冰块粘在一起，不让它们脱落。堆切在一起之后还需要再进行打磨和修整，直到将冰块打磨出一个基本的形状，然后会开始雕刻细节。接下来就是真正考验冰雕师手艺的时候到了。这是2024年哈尔滨冰雕大赛的冠军作品沉雕，出自一支俄罗斯队伍上面的动物虽然是冰雕，但是看起来栩栩如生、晶莹剔透，好像真的在动一样。要雕刻出这样一个作品，并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完事儿的。冰雕是在冰块上根据自己的草图先将大体的形状打磨出来，这个过程需要用到很多的工具，像是冰锯子、冰凿、打磨机等，这是一项需要体力的活儿。打磨完成之后冰雕师就开始了切割和雕刻形状，跟在木头上雕刻不同，在冰上雕刻更需要技巧，一个不小心用力过猛就有可能毁掉整个冰块，所以冰雕师在雕刻的过程必须全神贯注，一点一点的凿出形状，然后细致的进行修改和调整，尽量让自己不出错误。一旦雕错了，还要用冰块粘上去，然后开始雕刻。但是这样可能会影响冰雕的美观程度。所有的细节都雕刻完成之后冰雕师还会进行后期处理，比如在冰雕涂抹颜色，或者是在冰雕的一些部位放上小灯，让整个冰雕更加生动。而很多人也好奇为什么冰雕不会融化？首先哈尔滨本身是温度极低，冰块不会融化那么快，而冰雕是为了防止冰雕融化，也会采取保温技术，比如没人参观的时候就会给冰雕盖上保温棉，加上隔热层等等。那么你对冰雕还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，欢迎评论区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中国少年的速度震惊全世界，60秒跳绳374次，快到了绳子出现了重影，打破了10年来无人能及的世界纪录。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带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中国封神榜的厉害。双手挥舞跳绳，双脚跟装了马达一样交替点地，甚至快到双眼都无法捕捉。这就是中国浙江余兆市
路布中学的一名初3学生周琦，也是当今世界上1分钟跳绳次数最多的人。2023年4月30日有几名老师和同学的陪同下，周琦在篮球场的一角开始了一项跳绳挑战，跟计时器上的数字不断跳动，形成对比。周琦的跳绳速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。为了能打破10年前一名选手创下的世界纪录，周琦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练习跳绳，1年4季的训练，夜以继日的跳跃。为了能让双脚更轻盈，他拿着钢丝跳绳，就算把双腿抽出了血丝，也没有间断过练习。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练习下，周琦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，终于用60秒单摇374次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。而像周琦这样的跳绳高手其实还有很多，每一个拥有着震惊外国人的神仙实力。日本选手来中国踢馆，被中国小学生轻松打败。这是2016年电视节目《吉尼斯中国之夜》的挑战赛现场。来中国挑战的日本选手叫黑野宽马。在看到走上场的中国小学生，他没有掩饰自己自信的形象。在此之前，黑野宽马是日本跳绳冠军，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输给一个小学生，但他不知道上场的小学生是被称为中国光速少年的陈晓林。比赛开始黑野宽马没打算隐藏实力，首先用30秒跳出了190次的成绩。轮到了陈晓林上场，因为年龄小的关系陈晓林在中途还出现了一个小失误，但他没有停止动作，继续应战。最后结果让黑野宽马10分1稳，即使在失误的情况下，陈晓林还是跳了198次。黑野宽马看到这样的结果表示很不服气，提出再比一次。这一次，陈晓林全程火力全开，绳子都摇出了残影，小小的身躯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，最终跳出了208次的成绩，也就是1秒跳到了7次。而另一边黑野宽马只跳出了195次，再次惨败。吉尼斯世界纪录成功被陈晓林刷新。陈晓林是一名来自于大三的少年，他用1根跳绳走出了大三，走到了世界。2019年的时候他再次发起挑战，最终以30秒228次的成绩创下了最新的世界纪录，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小将的厉害。先别走开，还有更牛的在后面。100人摇绳1人跳，边跳街舞边跳绳，中国花样跳绳颠覆了认知。这是2022年中国云南昭通中学的学生利用课间时间，近100名学生手握跳绳同时挥动，一名学生在中间飞跳了10下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十分炫目。这个壮观的视频发到了网络上之后，外国网友又再一次被中国人的炫技给征服了。虽然画面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，但100个摇绳需要一样的节奏，绳子的摆动需要一致，这种配合不是1天2天能练出来的。同时，中间跳绳的那个人也需要有一定的体力，需要跳到一定的高度才能跳过数十根绳子。其实早在2017年，中国小学生就创下过同时跳最多绳子最多次的世界纪录。来自于北京的王卓鑫和他的同学们同时跳了55个绳子，最终跳了112次。像这样的花样跳绳中国还有很多。再来看一下几位年轻人，这是2019年中国达人秀的节目现场。几名中国年轻人边跳绳边跳街舞，绳子的挥舞丝毫没有打乱他们跳舞的脚步，甚至还能边跳绳边后空翻，一个人交叉跳2根绳子，动作让人眼花缭乱。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由我来告诉你，欢迎评论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